好，大家，现在是礼拜三下午5点，然后我打算要开始很早睡、很早起了，就是大概晚上7、8点就睡，然后可能半夜2点就醒这样子。其实我有一阵子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会想要这样做，是因为我发现我比较是晚上6、7点就会想睡觉的人。过了那个时间，我基本上就不太想睡了。再加上这个礼拜减脂，因为我热量吃蛮低的，影片的后面会跟你们讲我吃的热量跟我体重1周的变化。那我觉得我还是照我生理时钟的话做，不然我都半夜2、3点才睡得着，我都从11点躺到2、3点才睡得着，我会觉得浪费了3、4个小时，然后就会很焦虑。对，好，那我要来做我明天要报告的 PPT 了，我要报告有关于回收锂电池的2019年的一篇论文。对，那我明天如果可以上课录影的话，我就录一点点，但是你们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兴趣啊。而且我的痘痘还没好，我上次从体脂肪大概12%、13%要减到9%的时候，也长了一颗痘痘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减完，它就刚好不见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有在瘦的象征，就我身体跟我讲，好，对。结果我睡了2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又睡不着了，所以我就爬起来读书看影片。我现在完全没有想睡觉的意思，所以我想算了，失眠就失眠。大家很好奇我这是什么头发？其实我有用这个东西弄住，因为它现在有一点长，不然它会刺到眼睛。因为我决定留油头它现在是过渡期。我应该给你们一个时间轴。上次那个陪我减脂系列1的影片是11月22号拍的，那现在是11月27号，所以已经是过了6天了。对，那我想说，我这个系列的影片我就不要只是1个礼拜发1部，然后记录当天而已。我可以是1个礼拜发1部那一部里面有好多天的变化。对了，这一次减脂，我所有食物都是自己煮的，用一台微波炉，而且我所有食物都会过磅秤，我连蔬菜都有计算热量，完全就是100%想要掌握我的一切。但是有时候当你想要掌握一切，你又没有办法，因为变因太多了。你看我现在这样失眠是不是睡眠就影响到增肌减脂？那失眠就会想很多，就会觉得会影响到。那在想的时候，心理因素又影响到，可能压力荷尔蒙又上升，那压力荷尔蒙又影响到增肌减脂，就你看是不是变数很多？所以我现在就想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就是做好基本的就好，就是每天重训做有氧，再加上热量赤字，就这样就好。还有间歇性断食，我现在就掌握这4个，其他的变因我就尽量比较不那么掌握了。一副没睡饱的样子，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减脂。等一下还要报告，然后还要读书，好烦啊！而且要在固定的电流下，还有很多无法回收的过渡金属钴、锰、锂，目前没有办法大量采矿得到的。那新的方法就是不会把它们断烧排回大气中，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它。见到新的导电碳网络补充剂，就可以直接转化过去，可以获得我们新的锂电池阴极的材料。你可以看到它的曲线大部分都是跟它很吻合的，防止有更好的离子扩散速率跟更高的电子传导性。好，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一天吃1包这个。现在是隔一天的晚上，也就是周五晚上，所以我要有2天的周末可以放松了。那我来讲一下这次的营养素好了。我这次是吃高碳，所以你们看到我那个体重就是怎么掉那么快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因为我吃什么低碳然后脱水什么的。那当然你减脂，你少吃食物，你本身体重会少一点点，但是不会掉那么多。所以你们看，其实过2、3天之后，它降的幅度就慢慢降低了。那我这次主要是做比较多有氧，就我会一直走路，一直走路，一直走路我就想我在家里看影片就躺着不动。我老实讲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不是在健身房就是走路，不然就真的就是躺在床上。对，所以我的 TDE 其实在非运动消耗下其实是很低的，所以我才会特别花时间去走路。
就是让我的 TDE 不要那么低。那我这边讲一下我蛋白质都吃多少。我其实每天蛋白质都吃不一定，但是都是差不多在100到150克啊，大概80%的来源都是高蛋白，因为我没有吃很多肉，所以我就每天喝4匙5匙高蛋白这样子。那个参考就好，因为有些白米也有蛋白质什么的，这个我之后再讲。